地变。不再理会痛苦的海无言，潘佑迪忍痛离开了此地。不想半路却遇到了欲要抢夺宝图的天竺高手。询问之下得知，原来是天竺红叶派高手苏哈带着宝图来到中原。传闻宝图中隐藏着一个失传的武功秘籍，得知便可称霸江湖。潘佑迪听闻大惊，为了化解红叶派与先祖潘塔间的误会，潘佑迪却只身赶往了杨柳青饭馆。不料却遇到了东厂首领曹宇的阻截。知道其目的，潘佑迪却微微一笑道：“曹大人的目的难道也在找长生树？”“没错。”“不过这一次你可能失色了。”“是吗？”面对大内第一高手，潘佑迪不敢大意，他飞身拔刀，强横的刀气激射，却被曹宇轻松化解。此时曹宇却突变招式，惊爆掌法施展，恐怖的掌劲瞬间将其击退。关键时刻海无言现身，将其救下。看着身前的曹宇，海无言却飞身而上，一掌攻出，二人互对掌力，真气互撞，竟同时倒飞而回。曹宇见状大惊，显然此人的功力不在其之下。海无言却并未纠缠，抱起潘佑迪飞身离开了此地。竹林中，海无言却再也支撑不住，口吐鲜血，显然方才的一击已然牵动了其体内伤势。明明知道你有内伤，怎么打得过他呢？打不过还是让他，因为他怕死，我不怕。看着舍身相救的挚爱，潘佑迪却内心挣扎，但转念想到其誓言，担心海无言安危，还是狠心转身离开了此地。另一边，为了破解藏宝图的秘密，红叶派高手苏哈却找来了号称古木阎罗的左光斗，只因此人是天下唯一能识得宝图文字之人。不料半路却遭到了不乐君子无名的阻截。在下不乐岛不乐君子无名，只想借苏前辈的藏宝图一用。老夫倒要看看你到底有多大能耐。二人过招，但无名却并不与其硬拼，故意露出破绽。苏哈见状立时飞身追击，不料此时周身竹竿弹射而出，瞬间将两人困住。关键时刻海无言飞身而至，掌劲过处，竹竿立时爆碎。苏先生、左先生，两位前辈先走。走！就在此时，无名却从身后袭来，海无言立时回身反攻，掌劲瞬间将其震退。看着出手相助的海无言，无名却大怒道：“难道你不知道你惹的是不乐帮吗？”“我知道。”“难道你不怕不乐帮的惩罚？”“我还想惩罚他们呢。”但见二人同时飞身攻出，互对掌力，真气互撞，竟不相上下。不料此时强弩营现身，数枚箭矢齐发，二人立时飞身闪躲。明白无名本性不坏，海无言却厉声道：“我言混，你先出去。我希望你答应我，离开以后，离开不乐，重新做人。我们是一块进来的，我们一块走。我还是个孩子。”为了掩护无名，海无言却假装中箭倒地。闻声赶来的潘佑迪见状大惊，立时飞身而上，将众人引开。此时海无言却突然起身，内力爆发，身上的箭矢瞬间倒飞，将强弩营众人击杀。另一边，苏哈因身怀宝图，却被各路江湖人士追杀。为了转移众人视线，海无言却当众将宝图夺走。不料在赶回的路上，却发现了不乐岛岛主白鹤高丽的身影。他立时飞身追赶，追逐至白鹿山庄处，却不见其身影。而当其进入山庄，却发现全庄上下之人皆已被屠杀。在山庄中，却发现了当年东山王爷的家史。次日，海无言将宝图交还苏哈，并言明其用意。看着侠义无双的海无言，苏哈却忧心道：“这样一来，消息一旦传出，兄弟你以后的日子可有生命之忧。前辈大可放心，我自信尚可应付。”为了帮潘佑迪化解红叶派间的矛盾，海无言却交给了其东山王爷的家史。了解到当年的一切均是东山王的阴谋，苏哈却悔恨道：“难道真误会了潘塔？这么多年的杀戮，全是错的。”另一边，得知是海无言夺走了藏宝图，潘佑迪却只身赶来，把宝图拿出。看着愤怒的潘佑迪，为了验证其真心，海无言却故意道：“我不拿。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？”“我现在已经不爱你。”“我不相信。”“那你就让我相信。”不想海无言竟真的不闪不避。看着重伤的海无言，潘佑迪立时心痛落泪。而此时海无言却已然明白，潘佑迪依旧深爱着他。而转念想到其誓言，潘佑迪却再次狠心逃离了此地。而当从苏哈处得知海无言已然将宝图归还，并化解了红叶派之间的仇恨时，潘佑迪却悔恨不已，不想自己如此的绝情。海无言却依旧默默的相助。另一边，苏哈却发现左光斗不但不是瞎子，反而预谋夺取宝图，但他却早有防备，轻松将其制服。见状，左光斗却大喝道：“我死了以后，再也没有人看宝了。我现在还有2句话没说呢，那可是最重要的2句话呀！”为了宝图的秘密，苏哈却只好饶其性命。不料趁其不备，左光斗却放出暗器，飞身逃离。苏哈见状立时追赶，不想在竹林中，二人却撞见了不乐岛岛主白鹤高丽。左光斗瞬间吓傻，但听高丽嚣张道：“你老兔崽子竟敢假公济私，挡我们不乐帮的财路！老子早就想给你来个大卸8块！交给我！”看着慌乱逃窜的左光斗，宫一刀却眼神冰冷，但见他飞身而上，刀芒闪过，左光斗立时毙命。“苏老头子，现在轮到你了，10招之内，
高丽如果不能取胜，任你自去。好个狂妄的老匹夫啊！难道我在你手下连10招都过不去吗？面对天下第一高手，苏哈却不敢大意，他飞身而上，强横的掌劲击射，正是苏家绝学断魂掌，不料却被高丽轻松躲开。见状，苏哈立时运起内力，双掌齐出，竹竿倒飞而回，却依旧被高丽轻松接下。而此时高丽却突变招式，但见他双掌交错，梅花掌法施展，强横的真气袭来，瞬间将苏哈打成重伤。看着到手的宝图，高丽却立时膨胀。宝图啊，宝图，你终于到了我的手里了！另一边，海无言闻声赶来，但却不见高丽身影。看着重伤的苏哈，他瞬间大惊，立时运起浑厚内力为其疗伤。眼见海无言到来，苏哈大喜，而想到丢失的宝图，他却立时心如死灰。不料高丽却并未拿走宝图一文。见状，苏哈立马道：“我求求你，一定要把它交给潘佑迪。”我答应。如今苏哈身中梅花掌，已然命不久矣。临死前，他却将宝图的秘密告知了海无言。原来当年因潘塔之过，红叶派内乱，藏宝图却辗转落入了苏家之手。但宝图中记载的却并非武功秘籍，而是当年潘塔所留下的长生术。红叶派绝学乃是天竺最高武学，实则不在中原少林武学之下。而红叶派3大家族各有所长，苏家的断魂掌法却独步天下，与潘家冰玉刀法齐名，但数百年来却无一人练成。看着身前的海无言，苏哈却厉声道：“答应我，做红叶派的第19代传人。”万万不可！你可以传给潘佑迪啊！我们传男不传女，我求求你了！看着重伤濒死的苏哈，海无言却点了点头。见状，苏哈大喜，并告知苏家乃神医世家，其家族断魂掌法亦是一武同修，只要练成断魂掌，其体内伤势便可痊愈。这里是断魂掌的内功心法，一定要练好内功，再练断魂掌。这一招你一定要记住！但见苏哈飞身而上，双掌齐出，真气过处，二人皆被震退。他内力爆发，周身瞬间炸裂，正是苏家绝学断魂掌。如今内力耗尽，苏哈却再也支撑不住，气绝身亡。另一边，为了找到长生术，曹宇却带人伏击了不乐君子无名。看着身前的大内高手，无名却丝毫不惧，他吹动短笛，笛音过处，众人皆痛苦惨叫。此时一道真气袭来，将其打断。见状，无名立时掷出手中折扇，将身前高手击杀，而后单掌攻出，强横的真气激射，众人立时倒飞吐血。见状，曹宇不再犹豫，他飞身而起，惊爆掌法施展，周身山石瞬间炸裂。无名见状，立时飞身闪躲。此时高丽现身，见状，曹宇却厉声道：“高丽，我送份礼物给你。”高丽却不甘示弱，随手挥动，强横的真气瞬间将大内高手撕碎。二人同时出招，隔空互对一掌，竟不分胜负。此时强弩营高手赶来，曹宇见状，立时飞身而起，立于众人之上，攻向高丽。数枚箭矢激射而出，却被高丽轻松躲开。但见他双掌齐出，梅花掌法发动，掌劲过处，众人身体立时爆损。曹宇亦是被其强横的真气击伤，倒飞吐血。看着重伤的曹宇，高丽却嘲讽道：“你的武功还不错，中了我梅花掌不死的，你是第一个。怎么着，还想打？”听闻曹宇大怒，但面对天下第一高手，硬拼必死无疑，却只好转身逃离了此地。眼见曹宇逃离，高丽却立时训斥道：“不乐之捐没有派好，还敢弄个妓女？你们俩给我出来！”担心其对文君不利，无名立时求情，不料听闻高丽却瞬间大怒：“你还敢为他求情？”看着被杀的文君，无名瞬间大怒，但想到高丽的实力，却也无可奈何。待其走后，无名将文君埋葬，不想其为不乐岛出生入死，换回的竟是如此结局。他立时想起海无言之话：“不乐帮多行不义，你跟着3个老怪物又能有什么出息？早晚玉石俱焚。”想到被杀的文君，一时间无名却陷入了挣扎之中。另一边，为了治好海无言的内伤，潘佑迪却连夜为其译出断魂掌的译文，并转交给了朱翠。此时海无言现身，为了让其死心，潘佑迪却故意：“你已经拜苏哈为师，你现在就是我的师叔。师叔，我要走了，请你多保重。”听闻海无言却心如死灰，将当初潘佑迪相赠的护身符交还，转身离开了此地。看着手中的定情之物，潘佑迪却心如刀绞。另一边，朱翠将断魂掌的秘籍一文交给了海无言。看着疑惑的海无言，朱翠却谎称秘籍是从皇宫中盗来的，并叮嘱其安心养伤。山洞中，海无言依照秘籍修炼，感受着胸口梅花掌的刺痛，瞬间陷入了回忆。数年前，为报杀父之仇，海无言却孤身前往不乐岛，挑战不乐岛岛主白鹤高丽。但见二人同时拔剑飞身而上，互过数招，一时间剑气纵横，山石炸裂，二人凌空而立。此时高丽却缓缓地闭上了双眼。元神出窍。面对天下第一高手，海无言不敢大意，
他缓缓闭上了双眼，二人凌空而立，意境中却已然进入死斗。但见二人同时挥动长剑，一时间剑气纵横，剑芒过处竟无坚不摧，周身山石瞬间炸裂。此时二人却同时睁开双眼，飞身直刺，强横的真气互撞，手中长剑瞬间化为碎片。见状，二人立时变招，互对掌力，真气过处，湖面瞬间炸裂。此时高丽却突变招式，梅花掌法施展，强横的掌劲激射，瞬间将海无言打成重伤。不想数年之后，海无言奇遇，竟习得了天竺红叶派绝学断魂掌。但见他双掌交错，周身白烟升腾，其体内梅花掌之伤却已然被压制。朱翠见状，却心中暗喜。另一边，曹宇无意间却发现大将军常威所使武功怪异，并非中原武林招式。想到当初古墓之行，常威亦在其中，猜测金鱼衣必然已落入其手中。为了得到长生术，曹宇却暗中将其子常梦抓来，并嫁祸于不乐岛。当看到管家带回的半截耳朵时，常威瞬间大怒道：“不乐岛，我与你势不两立！”为了救儿子性命，夜里常威将密室打开，映入眼帘的正是众人寻找许久的金玉衣。原来当初混入古墓，趁机盗取金玉衣的神秘人正是常威。而得知常梦被抓，作为其儿时最好的玩伴，朱翠却只身前去营救。看着舍命相救的朱翠，常梦却颇为感动，担心连累其家人。朱翠却并未停留，转身离开了此地。另一边，救子心切的常威正欲将金玉衣送上，不料常梦归来，眼见儿子竟毫发无伤，他立时大喜，心中却倍加疑虑。显然对方绝非不乐岛之人。山洞中，海无言双掌齐出，内力爆发，竟腾空而起。感受到体内充盈的真气，他瞬间大喜。经过数日的修炼，断魂掌的内功心法已然小成，内力却突飞猛进。而朱翠却守在其身旁悉心照料。看着身前的挚爱，朱翠却不舍道：“我明天就去不乐岛。”这么快？我已经答应父母了。担心其安危，海无言却告知，待其伤势痊愈，定会上不乐岛相助。另一边，为了得到金玉衣，曹宇却设计放出药精的消息。常威得知，瞬间大喜，命手下将药精倒出，并杀人灭口。如今药精与金玉衣皆已到手，常威立时膨胀。我终于得到经书和金玉衣了，没想到得来全不费功夫。不料话音未落，曹宇却带人闯了进来。看着身前的至宝金玉衣，他瞬间大喜。这可是金玉衣呀！将军献宝有功，我一定要禀明朝廷，为将军加官进爵。知道自己中计，常威却立时谄媚道：“那就祝大人早日练成长生不老神功。他日曹宇成功之日，一定不会忘记将军的今日之力。”听闻常威却心下大怒，不想自己机关算尽，竟为他人做了嫁衣。如今曹宇权倾朝野，常威却立时倒戈，表示愿助其抓捕朱翠。曹宇听闻大喜，而得知此事的常梦却瞬间大怒：“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现在的朝廷疾病甚多，唯一的办法就是废掉皇上，重新建立新朝。爹！听闻常梦大惊，不想平日教导自己精忠报国的父亲，竟野心勃勃，想谋朝篡位。而得知鄱阳王竟是被其嫁祸而死，常梦却瞬间心如死灰。如此一来，自己与朱翠之间却再无可能。